在衍续天工作室也太辛苦了吧？要不然换个地方？不行，在没有揭开番规君完美神仙的假面之前，我绝不离开。啊？而且人证我都找好了。只要我们帮他修出仙身，不仅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他了，而且他还能帮我一起指证番规君的怪癖。那你要干嘛？哼。等着看。哼。严丹，你从没有学过医，如此贸然施针，恐怕对小龟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？修仙之旅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况且，如果他以后修成人形的话，还要感谢我呢。瞧着看。被你扎死了。不能够，那典籍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哦，不行，我得救他。哎，不行，你千万不能再动了。没把他救活了，你再死了，你们两个同时撒手人寰了。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房间里面，那么多仙官过来查我，那我不是太惨了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来，要不然给我看看。现在你的真力还未生效，说不定我跟他多聊几句，他便会好起来。行。龟小弟，龟小弟，你看严旦对你多好啊，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好心。你快睁睁眼，伸伸腿，然后加油加油！龟小弟，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！行啊你，同为水族，果然心有灵犀。你这个小乌龟，我之前跟你说话，你怎么都没有反应啊你？不行，我得再试试。严旦，不行啊，这小仙龟也太小了，说不定一夜之中承受不了那么多刺。要不然你让它再修炼2天，到时候等它修复好了，你再玩。也行，反正它现在在我房间里养着，我随时都可以助它修炼。不过，在它修出人身之前，我定不会让番规君好过。翻了！小乌龟啊，小乌龟，我以为带你出了玄心崖，你就可以脱离魔爪，没有想到应月那个小人还是不肯放过你。行，你行啊。哼。这杯是帝君的雀舌茶，这杯是基督星君的六物茶，二位慢慢享用。之前的密钥已破解，他们果然是双管齐下。另一队人已经趁着各宫变换法器之机，
将这紫薇瓶填进了妙法阁的焚毁名录当中。昆仑神树的枝叶若入紫薇瓶，可炼制出破魂伤魄的毒药。若投入大战的话，死伤人数不可估量。是啊，我也按照之前的计划，让陶子气将神树枝叶得手的消息放了出去。他们对于这炼制破魂之毒如此势在必得，想必负责销毁弃用法器的浅云宫中，也必定有他们的内应。紫薇局已经布下，只待他们出奇，我们此局便能破功成功。我说应渊啊，你怎么趁着我专心说话的时候又赢了啊？基督星君，你也说了半日了，口肯定渴了，喝口茶润润喉吧。帝君，您也是润润喉吧。欢亲，今日我倒想尝尝你的六物茶，不如我们换换。好。且慢。基督星君，小仙知道您只爱喝六物茶，小仙再去给你们加一杯就是了。想拿着我的衣服去哪儿啊？哼，帝君不是总是嫌弃我给您修补的混元玉带不够好吗？这不，把您的衣服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，免得这腰带啊第10次被打回。你少玩花招，将心思放在修行上，腰带早就补好了。哦，那还不是帝君您先整的我呀？我不过是自保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不过是一个仙力低微的小仙士而已，自然没有什么能够拿得上台面的法术喽。不像您，您是高高在上的帝君。难道您不知道吗？这自古啊，君子就该让着女子。本君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君子了？小人，那是我姐姐给我绣的，你还给我。什么时候学好了规矩，再来问本君要？那衣服也不还给你，小人！帝君，终于懂事了。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一山更比一山高。您就别跟我这个小仙见识了，是不是？孺子可教。过来。帝君有什么吩咐啊？伸手。
这是什么法宝啊？无功不受禄嘛。您这么一给我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。15。你干什么？这叫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以内，就会像方才那样飞走。我跟你拼了！小人，你这个小人！15。这个小人！我要学习，我要复仇。好好说话。有没有那种不用近身便可以一招制胜的仙法秘籍？给我拿来。哎，你第一天认识我呀，我对修仙不感兴趣。如果说我的复仇对象是应渊呢，你感兴趣吗？你终于开窍了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哼。你有毛病啊！迷人法则，我说的是在武力上一招制胜的，不是在容貌上，好不好？勾引帝君那可是重罪，是你不想活了，还是我不想活了？可是，做跟班不是你的梦想吗？你放着姻缘君这么好的靠山不要，你非要找他比武，那你直接去天刑台找个痛快。好，我去找。找到了，我看哪本哪章啊？全部。啊？要学仙法不修内力，那简直是纸上谈兵。还有阴阳五行、奇门遁甲，这些都学完了的话，不出意外，你还是会被应元君一招出去。要不，你再考虑考虑我的迷人法则？不考虑，这些我全戒了，拿给我吧。巧了，这些都是名录，书籍在衍虚天宫，你只有找应元君借。不，你这儿一本漏网之鱼都没有吗？毕竟这都是中高阶仙法。也许应元君早就预知到有你这么个美人姐，天意呀！哼，若真有天意，那我严旦便是他应元小人天生的克星。邪神虽上书陈情，称自己并无反意，然据使节陶子器所查，魔族各部长老正在大肆征兵。更是在这势破谷中屯兵10万。魔族长老中，主战者甚众。若是拿思玄之死当借口，屯兵征兵的话，逼得邪神不得不战，那此事就麻烦了。哼！邪神向来性格孤僻，深居简出，与天上的仙神也并无交际，恐难测其真心。不如我下界一趟，去探探虚实如何？这么多典籍，这得抄上半个月吧？这小仙子犯了什么错？元旦，这本小寒经抄完了，不如借我看看。抄的真好呀！可以。是啊。这本《名罗六则》我一直想看，能不能也借我看一下？我也要。多谢啊。上身微拳，细旋6腑，然会双腕。好聪明的丫头！这小寒经能使仙力精纯，更是驾驭神器李晨的不二法诀。一个小小的仙士，竟然能碰上这样的典籍，
看来这不是罚，是赏啊！当然是罚，他聒噪得很，让他抄书，我也能清静一些。殷元君爱清静，我却爱热闹，不如把这小仙子送到我宫中如何？不送，他既是我收来的，他的聒噪当然是由我来治。哼。上升微拳，气旋六腑，然会双腕。学得挺快嘛，可惜腕力太弱，底盘不稳。你讽刺我，你这个小人！有吗？哎，别过来！有本事你把这个破镯子给我扔掉，我给你单挑。那你有本事自己摘，本君等着那一天。哎！迎灯姐姐，姐姐升官大喜，百事顺意，连姿容神气也远胜往日。你我都出自帝君门下，何须行礼？必矣。姐姐自离宫后，一早考取仙阶，升任仙官，如今已是一阁之首，可见这偃虚天宫众多仙士，帝君对姐姐特别的不同啊。帝君可在宫中？此布面以卷云丝缠软金所制，刀劈剑砍不损分毫，忍冬缠枝纹为底，缀以紫微晶、赤灵石等珠饰，有清新凝神之象。此布面从装饰到镶嵌，都是银灯掌事亲手所制。混元玉带破损，虽为无知仙士严旦所为，但妙法阁仍有失察之责。这忍冬纹乃帝君旧时最中意的，银灯如今不能侍奉在侧，帝君常夜视至天明，唯愿这安神之物能助帝君安眠。不必了。那仙士虽无知鲁莽，但已经将玉带补好。这布面美仪过重，甚是铺张，本君消受不起。这汉淡绣样过于轻浮，针脚又如此粗鄙，怎可为帝君所用？帝君若不舍旧物，银灯已带了金线银丝，愿亲手修补，必使帝君满意。帝君，帝君，严旦已将您教予的仙法典籍全部誊抄完毕，您是否要现在检阅？一个阴错罚入宫服役的低阶仙士，凭何能接触到偃虚天宫的典藏仙法？别动！操控术！让你犯规，让你破我棋局，让你逼我缝衣服，拿这射我是吧？
看我怎么报复你！哼！老天有眼！这颜淡心思竟如此恶毒，毫无规矩体统。当延续天宫是什么地方？我即刻替他去天星台领罚。不必了，是本君要同他比试的，他是赢了。帝君，此举有违天条。银灯，你早也不是延续天宫的人了，非一宫之主，你却在此智慧，此举乃僭越之罪。本君没工夫替你去天刑台领罚，退下。唉，现在的仙子脾气还真是喜怒不定呢。我得把操控术交给芷溪，这样日后她也能防身。陆景等会儿会把清心咒送到你屋里，抄10遍。对了，清心咒有16次。你这小人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你躲在里面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都搬出去，都搬走！哎，快去啊！这，住手！你是谁啊？凭什么拆我们台、搬我们东西啊？就凭我是披香殿的管事。披香殿管事？哎呀，他这是要干什么？那不误会一场吗？我呀，颜淡，您不记得啦？我还让陆明给您送了好多法器呢。什么法器？话可不能乱讲。反正这以后不让拍戏，你赶紧把东西都搬走，不然我可都扔了啊！哎，那你收法器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说呢？再说了，披香殿空置了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排？哪怕空着，也轮不着你。天条明示，唯有已获仙阶、位列于副长室以上者，才有资格借用宫殿。怎么？未升仙阶，便连行礼也不会吗？你该好好请教请教你的姐姐芷溪，她行礼倒行得颇有几分奴才相呢。参见银灯长士。不过您刚刚有句话说的不对，我姐姐不是奴才，我姐姐是妙法阁的副长士。虽然我没有考取仙阶，但是我读过天条，天条有言，众仙有仙阶高低之分，可人却无贵贱之别。那天条有没有告诉你，仙法也分孰强孰弱呀？快想想办法！怎么办？心诀中说，逆转周天，逆转灵窍。为什么我却周天法力？先气凝天穹，再行逆转，然后是飞鸿于胸。飞鸿于胸，虚怀于外。长师，帝君，帝君，颜淡是我宫中仙使，若是犯了错，我必会管教。
几时轮到妙法阁出手教训？疼吗？银灯不敢说疼。该疼。欺凌仙士，骄横刻薄，这不是一阁之主应举之德。思璇触犯情戒，是你告发，他确实有错，我唯有一叹。但是本君的人，你动不得。送长侍回妙法阁。是。你是小寒精啊？银灯常年苦修小寒经，我也就跟着学到了些皮毛。倒是你呀，来了延续天宫后，见识倒是长了不少嘛。别提了，应月那个小人天天罚我抄书，想不长见识都难呢。小寒经是万年前的古籍，按照当时的修炼之法，肯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真的要练的话，连口诀都要变一下了，麻烦得很。你倒是抄书抄出了不少见识嘛，说来听听吧。比如经上说先天机后玄苍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如今天庭众仙的修炼习惯应该是先玄苍后天机，不然气息会凝滞，而且威力也会减损的。这些是帝君点化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那个小人怎么可能这么好心？都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。你呀，修为不精，上来就接触到这些高阶仙法，容易糊涂，而且你万万不可自作聪明，牵强附会。刚才这番话，要是让别的仙官听到了，治你个不敬法典、辱没古仙人之罪，可怎么办？那我便只能求止息仙子给我一条活路，给我一口饭吃了。不与你说了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有什么事儿比你亲妹妹还重要？各宫法器200年更换一次。上次例行巡检时，妙法阁中有几件法器因年久破损，天不知损毁名录之中。掌管焚元炉的浅云宫提出，由于此次损毁的器物过多，所以要妙法阁提前将法器送过去，今夜由我送遣。这里面是不是有紫薇瓶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们怎么能让你去送呢？我是副掌事，向来就负责这些啊。怎么了？没，我就是觉得这夜黑风高的，各个宫都不太平。姐姐，要不然你别去了，换个人吧。你怎么还操心操到我头上来了？你就应该多动嘴巴，少动脑子。我真的得走了。不行，帝君，我愿意把6界上下所有的棋谱抄录100遍。抄棋谱可以，换人不行。此事体大，稍有不慎就会6界动荡。此局设下多日，已到关口。焚气之时若忽然换人的话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此次抓捕由本君带兵，你姐姐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我上次差点死在魔族手里，而且这次不光有仙界的内应，还有魔界的奸细，还有一群天兵天将。这万一混战一打起来，你肯定只顾6界的死活，你不可能顾我姐姐性命的。你在质疑本君？没错，我是在质疑你。6界的安危很重要，可是我姐姐的命也很重要。你们设局让她当鱼饵，却不告诉她前因后果，也不问她愿不愿意，你不觉得这很不公平吗？哎，连蛋，别过来！不过现在有一个县城想做烈士的人，
我愿意代替芷溪，我们是同根双生。我可以用转容诀短暂的变换为对方的容颜，只要所见之人不施法查探，就不会有人知道，这样不会扰乱帝君您的大计。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也不会给人落下画饼的。画饼？我看6界话最多的就是你，早晚把你的嘴给缝了。帝君，芷溪是我们四叶邯郸一族的希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望帝君成全。实在是过早。远了。多谢帝君，颜旦愿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来报答帝君的恩情。七剑都在这里了，送去延续天宫吧。是。为什么？剑不是该由我护送吗？刚刚帝君传来密旨，这批法器转交延续天宫颜旦护送。妙法阁分内之事，从未有过交托于外人的先例。你们姐妹俩到底商量了什么好主意，让帝君觉得妙法阁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那你最好问清楚你妹妹，她抢的不只是妙法阁的差事，更是你芷溪的差事。刚刚这个巴掌也不是我给你的，是你妹妹赐你的。双生之物向来一强一弱，我知道你没用，但我寻思着，你总比颜旦强些。若真是我看走眼了，我先下告诉你，妙法阁不收废物。颜旦，你为什么要抢着去送法器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